预言这个东西，说中一句能被人传好几年，说错的那些呢，好像很少有人回头去数。今年已经过去一半了，我们干脆下一回笨功夫，把英国预言家克雷格·汉密尔顿、帕克给2026年留下的公开预言一条一条重新摊开，他在不同节目里压出的上百条说法，连着发布日期、原话，还有他自己后来的复盘，全放到同一本账上。账一摊开，还真有点意思。先说一件落空的，帕克说过，查尔斯国王会在今年2月去世。2月过去了，国王还好好的，这一条怎么算都是空。可翻到账的另一边，伊朗这条线上，他提前几个月说出的几件事，却跟后来的局势一件一件对上了。有几处人物方向连变化的路数都对得上，近得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想，这是碰巧撞上的，还是他真看见了什么？更有意思的还在后头。等帕克自己回头复盘旧预言的时候，有些话从他嘴里重新说出来，竟然比当年的原版更清楚，更贴近后来真发生的事。这就得多问一句了，我们听到的到底是事情发生以前的预言，还是事情发生以后被重新整理过的预言？而他今年压的最重的一张票到现在还没开奖，他压的是2026年年底以前习近平将已经被从权力上移除。这话他是什么时候说的？原话压得有多死？后来有没有悄悄松过口？所以今天咱们不急着说帕克准还是不准，就把他这本2026年的账打开，一条一条对，这个人到底看见了什么？还有一件更有意思的，他自己是怎么记这本账的？那帕克到底给今年压了些什么呢？2025年11月19日，他上传了一支1小时47分钟的年度预言，从经济一路讲到战争、王室和世界杯，前后说了99条。这还没完，后来他又围着中国、伊朗、川普、加密货币和日本陆续做了好几支专题，全摆到一块儿。2026年让他说成了一张几乎没有空白的世界地图。这张地图上压的最重的一块是中国。2025年9月，帕克给了一条带死期限的话：2026年结束以前，习近平将已经被从权力上移除，已经被移除。这5个字压得很满，年底一到，翻翻日历就能对。可2个月后的年度预言里，同一件事，他的口气软了一格。2026年会显出习近平下滑、中共逐步失控的开端。到2027年，习近平可能已经不在权位上。至于中共整个垮掉，他没压在今年，他给的终点是2030年。今年只算开端，经济先崩断，工人拿不到工资，债券冻结，房地产的脓包破开，先丢经济的控制，再丢统治的合法性。所以中国这条线，他其实压了3张票。今年看见裂口，今年底以前习近平下台，2030年中共走到头。3张票的劲儿不一样，得分开记着，回头才好一张一张对。中国周边他也烧了几笔，中俄要出问题，矛盾可能落在石油上。印度在中俄这边待不长，台海真正危险的年份，它更多指向2027年，不是今年。今年还有一条跟中国沾边，听着更怪的，一团毒云从一个国家的东北方向飘过来，威胁整个国家。帕克后来把这个国家解释成日本，又把它跟中国、俄罗斯、美国之间的间接战争连到一起。间接战争可能包括网络攻击。他还自己问过一句，这团毒云会不会原本是场天灾，后来又让人给放大了？不过这条预言的来历值得多看一眼，它不是一次说完的。最早的文字在他2015年出的书里，原文只有一个国家和东北方向，没有日本，也没有2026年。后来印度纳迪叶里出现一个发音像亚马的词，帕克联想到亚麻头，才把它落到日本头上。再后来占星师维尼塔算出2026年8月12日是个触发点，帕克自己跟着补了一句，不一定正好是8月12日。您看，日本、毒云、8月12日，这3样不是一次预言里一起出现的，是隔着10来年一层一层拼上去的。伊朗呢？帕克说2026年伊朗会发生革命，
点火的不是外国军队打进德黑兰，是经济崩坏，缺水缺粮，先把人逼上街。他预言巴列维王储会回到伊朗，但不是回去当国王，也不是真掌权，是当一个象征，把反对旧政权的人聚到一块儿。他还说伊朗要换国旗。早一点的专题里，他说自己看见红色和黄色在飘，后来又说新旗上可能出现黄色。他预言美国和以色列会接着打伊朗的核设施，美军的舰艇甚至航空母舰可能挨导弹。哈梅内伊这条他前后给过2个版本。2025年6月，他说哈梅内伊会在2025年死，那年过完人还在，这一版落空了。到11月，他把期限改成2027年以前离场。伊朗变天以后谁接盘？他一度看见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长女人，后来又改成一位头发稀疏上了年纪的世俗男人。更远的将来会出一位女领导人，但他自己说了，不是最近几年。伊朗要变天，他压得很重，变完天谁上台，他看见的画面老在换。美国这边呢，帕克认为爱泼斯坦档案还会爆出新人物，可能牵到宗教领袖阿拉伯方面和安德鲁王子，但拉不倒川普。他说川普会攒出一个政治王朝，还会去争第3个任期。这里的年份得记清，他说的是尝试，不是看见川普已经连任。时间指的是2028年前后那场大选，不是今年就要兑现的票。他自己也说这件事还没看清，得往后再看。经济上，他压了春季前后 AI 泡沫破裂，股市大调整，某种主流加密货币暴跌40%到70%，比特币撞上一堵墙，然后再爬起来。他还压了银行挨大规模网络攻击，食品价格暴涨，移民冲突升级，美国退出美墨加协定。英国这边他压得更具体，斯塔默会在2026年刚开头，甚至2025年年底就快速下台，工党换首相。他列了几个可能接班的名字，可后来真冒出来的安迪·伯纳姆不在他的名单上。王室那条退路最少。查尔斯国王2026年2月去世，威廉接着加冕。围着这件事还有一串连锁反应，王室进新阶段，安德鲁的麻烦加深，哈里和梅根的处境跟着变。剩下的还有一把，马杜罗会被弄走，委内瑞拉的石油一度全停，古巴跟着缺油停电，政权发晃，澳洲靠稀土订单和美国投资逆势走强，欧洲移民骚乱扩大，加沙停火能维持，可哈马斯不肯交枪，俄乌接着拖，克里米亚最后重新被推上桌。世界杯期间，墨西哥可能因为毒枭、腐败和治安出乱子。您数数，领导人、战争、粮价、股票、比特币、王室的生死、政权的存亡、毒云，连足球场外的骚乱全让他压进了同一年。网撒得这么大，世界每天出这么多事，总有几条要自己落进网里。所以看这么一个人，光问他说中国没有，就问浅了，得问细一点，说中的那件事他是哪天说的，原话有多具体，给没给期限，事情发生以后他又是怎么复述自己当初那句话的。这本账得从已经过期的那几张彩票开始刮。头一张就是查尔斯国王的2月。2026年3月31日，帕克开直播，有观众又问起了查尔斯国王。这时候2月已经过去整整1个月了。帕克看着镜头没绕，他说，我以前讲过，我觉得查尔斯国王到了这个日子应该已经走了，因为我感觉他会在今年去世。可现在呢，人家好好的，用英国人的话说，壮得像把小提琴，身子骨硬朗着呢。接着他自己笑了一下，所以我有时候会错，我是会犯错的。这句话得给他记上一笔，因为查尔斯这条不是那种模模糊糊怎么解释都行的预言。2025年10月27日，帕克专门做过一支英国王室节目。他说查尔斯能撑过2025年，但到了2026年开年，英国会看到国王去世。跟着他又把时间压到了2月。他说当他把意识调到那个时间点，2月显得非常黑暗。几分钟以后又重复了一遍，查尔斯大约会在2月离世，威廉将会加冕。
到了11月19日的年度预言，他再压一次。2026年我们会看到查尔斯国王去世，人有了，月份有了，连后头的动作都给了，威廉加冕。这话没给自己留什么转弯的地方。结果2月过去，查尔斯没去世，威廉没加冕，挂在国王去世后头的那串王室变化一样都没启动。所以3月31日帕克认错，认的是干脆的，这一点比那些死活不肯认账，把预言越描越玄的人强。可3个月以后有个挺微妙的事，6月25日帕克做了一场54分钟的年终复盘，题目起得很大，叫未来6个月将改变一切。他从委内瑞拉、古巴一路讲到英国、欧洲、澳洲、加沙和世界杯，逐条盘点自己上半年说中了什么。查尔斯国王的名字一次都没出现，这就有意思了。他没删3月那场认错的直播，也没改口说自己没讲过2月，严格说这不算造假，他就是换了一本账。3月那场是观众当场把问题拍到他脸上，躲不开。6月这场题目他自己挑，挑的全是对上的，没对上的自然就不在里头了。斯塔默那条把这套算法照得更清楚。2025年11月，帕克说英国首相斯塔默会非常快的下台，可能刚进2026年就走，甚至2025年底以前就走。到了3月31日，斯塔默还在，帕克跟认查尔斯一样也认了。我说过斯塔默现在应该已经走了，我错了。可6月22日，斯塔默真宣布辞职了。3天以后，帕克做年终复盘，这条预言就活回来了。他的说法变成：我对斯塔默下台的时间判断早了一点，没人想到他能撑这么久。但工党崩解，英国换首相这个核心画面确实发生了。这话不能说全没道理，他确实提前说了斯塔默要走，人后来也确实走了，算他方向对了，时间早了，说得过去。可有一笔账不能跟着抹掉，他当初压的不是斯塔默今年哪天会下台，是2026年一开头甚至更早带着日子的。日子要是不算数，那天底下的预言就没有错的了，早说半年的，等事儿终于来了，都能改记成方向正确。接班人这条也一样，帕克原来列过几个可能接替斯塔默的人，伊维特·库珀可能当看守首相，埃德·米利班德机会最大，安吉拉·雷纳不会被接受，沙巴纳·马哈茂德会受阻。结果后来真冒出来的热门是安迪·伯纳姆，不在他名单上。6月复盘时，帕克也认了。我最初没预言安迪·伯纳姆会当首相，也许我在那儿犯了些错误。可话音刚落，他又把米利班德挪了个地方，也许米利班德会当财政大臣。你看，一条预言压偏了，不一定就报废。原来压的首相候选人挪到下一个职位上，还能接着等将来验证。到这儿，帕克保管预言的路数能看出个大概了。撞死墙的，他有时当场认错，方向后来对上的留方向，错处记给时间，人压错了，把这个人挪进下一幅画面。至于复盘的时候讲哪条不讲哪条，看的是新闻先发生了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也不能把帕克写成一个光会给自己贴金的人。有人用人工智能统计过他历年的预言，说命中率有 85%甚至90%。帕克自己2次公开讲，这个数我不信。他还提醒观众别拿他的预言去下注。所以他不是不认错，要紧的是看他认哪些错，又是怎么把剩下的预言重新摆回故事里去的。可要是帕克的预言全是这样，这人也就没什么可研究的了。偏偏翻到伊朗，账面突然变了，那边出现的不是一件事大方向沾边，是一连串人物、政权、战争和时间点开始往他原先说过的话上靠。那这回是世界碰巧撞进了他撒的大网，还是他真提前看见了什么？要回答这个，得先把新闻发生以前的原版预言找回来。查尔斯那条帕克压得死，也错得干净，可镜头从伦敦转到德黑兰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最早的一支关键视频发布在2025年6月13日，帕克谈的是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。他说伊朗会出现一次国王的回归，紧跟着他自己加了个限制，不是回来当国王，是作为一个象征性人物。他说的
是伊朗末代国王巴列维的儿子里萨·巴列维。这话后来很容易被人传成帕克预言巴列维王朝复辟，可他从来没这么说过。他看到的是巴列维之子重新走上伊朗的政治舞台，但不真正掌权。他的用处是把反对现政权的人聚到一块儿。5个月后，11月19日的年度预言里，他又说了一遍。他看见巴列维坐的汽车穿过伊朗街头，人群在两边欢呼，但这人依然不是执政的领袖，更像一个国家重新找方向的时候被推到前头的一面旗。到2026年3月复盘伊朗局势，他的口径还是这句：巴列维会回来，不当领袖，当凝聚革命力量的象征。那局势都翻成这样了，他有没有顺势把象征人物升格成未来国王呢？没有。前后3次同一个限制，一个字没松。那革命是怎么来的呢？2025年11月，帕克明确说，2026年伊朗会发生革命。最先把人推上街的不是外国军队打进德黑兰，是伊朗自己家里的经济问题。跟着他点了3样：经济、缺水、缺粮。这个组合一点都不华丽，没有神秘武器，没有突然政变，也没有英雄带兵杀进首都。他看到的是水龙头、粮袋子和钱包先出事，政权再从里头松动。到了2026年1月2日，帕克说自己预言的过程已经开始了。核设施挨打以后，伊朗经济接着往下掉，食物和水的供应被破坏。也就是说，他不是等3月战争全面摊开以后才把缺水缺粮补回故事里去的。这3样2025年11月的原版里就齐了。这算伊朗账上最干净的一条。还有一面旗。2025年6月13日，帕克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看见一些红色和黄色的旗帜在飘。11天以后他又说，伊朗会出现一面新国旗，但不知道是宗教的旗还是世俗的旗。到了2026年3月，街头真出现了带黄色狮子图案的新旗，帕克随即把这条认领了。这笔账咱们掰开算，黄色他确实提前说了，早了8个多月。新国旗也确实是战前说的，可黄色狮子这4个字原版里没有，原版只有红色、黄色和一面新旗。狮子是他看见现实里那面旗以后补进复盘里的，他看见了颜色，没看见图案。核设施这条他也提前谈过，以色列会打伊朗核设施，美国会参与，这事儿后来发生了。不过时间不漂亮，更早的版本里他把这场重大打击挂在2023年，实际晚了2年才来。后来复盘，他只说自己很早就预言过，那个过期的年份不提了，方向对了，时间错了。至于美军航母，2025年6月他说过，伊朗用导弹击中一艘美国航母不是什么难事。到2026年1月，这话在他嘴里变成自己看到过美国军舰类似航母的目标可能遭袭。可直到3月19日，他还在节目里说这事儿可能发生，同时也承认自己对他有怀疑。所以航母这张票现在还对不了奖。这么摆下来，伊朗这一页账跟王室那页确实不一样。经济、缺水、缺粮，提前说了，巴列维只做象征不掌权，3次口径没变，红黄旗、新国旗战前视频里都找得到。核设施挨打，方向对了，年份没对上。有真让人吃惊的重合，也有时间误差、没兑现的票和候补的细节。查尔斯错了，不等于伊朗这些原话就得跟着作废。伊朗对上几条，也不等于他后来讲的每个细节都能倒填回预言里去。可伊朗现最轰动的2张牌，到这儿还没算呢。一张哈梅内伊之死，一张战争3月爆发。这2件事听着几乎能一锤定音。一个英国灵媒提前几个月看见伊朗最高领袖死亡，连开战的月份都看见了。可等我们把原视频按日期重新排开，最奇怪的事出现了。帕克后来记得的版本比他当初真说出口的版本更准。往下说之前，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，普瑞堂的玄宝黑参。您看，预言家连1整年的世界都敢压，可谁也没法替您压您自己的精气神。天机说不准，身子骨这本账
还得咱们自己一天一天记。前2天新西兰一位做餐饮的老朋友反馈说，他以前中午必须睡一觉，不然下午人就跟电池没电了似的。吃这个黑参1个礼拜，午觉不用睡了，一直忙到晚上下班回家都不觉得乏，睡眠也踏实了。下半夜3、4点钟不再莫名其妙醒。还有澳洲的朋友说，平时一吃人参就上火，这款黑参完全没这个问题，唯一的麻烦是太好吃，得管着自己，别一次吃太多。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、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，切片、泡水、含服都行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，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。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，每单买满500美元，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，上不封顶，满1000送2根，多买多送。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JF， 全球包邮，直接送到家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。好，咱们接着刮伊朗账上最轰动的那2张牌。2026年3月11日，哈梅内伊已经死了。帕克坐在镜头前回顾自己的预言，他说，我很早以前就讲过这件事。2025年11月做年度预言的时候，我预见到了大阿亚图拉会在今年死亡，现在这事发生了。听着，这是一条相当漂亮的命中。去年11月说伊朗最高领袖今年会死，4个月后人真死了。可把去年11月的原片重新打开，帕克当时说的不是这句话。哈梅内伊之死最早出现在2025年6月13日，他当时的原话是，我预言在2025年我们会看到大阿亚图拉死亡，至于是被做掉还是自然死亡，我不确定。人说中了，事也说中了，可年份压的是2025年，到12月31日哈梅内伊还活着，这一版落空了。5个月后11月19日的年度预言里，他又说了一次，这一次2个地方都动了，时间从2025年内放宽成2027年以前，结果从明确的死亡退成宽宽的离场。这版没压死，死了算离场，辞职、失势、被架空也都算离场。等哈梅内伊真在2026年死了，帕克回忆出来的却是第3个版本，我在2025年11月预见他会在今年死亡。您对一对这句话把前2版各取了一半，死亡取自6月那版，11月做的预言取自第2版。6月那张压空的2025年期限和11月原话里的2027年前离场都不见了。这不是说帕克没预言过哈梅内伊死亡，恰恰相反，他真预言过，还早了9个月，只不过第1版时间错了，第2版放宽了，事发以后2版在他记忆里缝成了1版更准的。再看3月开战，3月11日帕克回顾伊朗战争，说自己2025年11月就发过警告，说过3月，也说过3月和4月会出大事，跟着他补了一句，我预言战争会在3月。这句话好合，战争哪个月打响，日历上明摆着。我们把帕克2025年公开的伊朗节目年度预言和几支纳迪预言视频重新翻了一遍。伊朗革命有，经济缺水缺粮有，巴列维回归有，哈梅内伊离场也有，伊朗战争3月爆发没有。3月这个窗口头一回出现是在2026年1月12日的节目里，离3月已经不到2个月，而且他最初还不是帕克自己通灵看来的。那期节目讲的是印度纳迪和占星，说太阳进双鱼座跟土星形成特殊位置以后，3月15日到25日前后，世界可能出现严重的政治行动，甚至是战争的前奏。算这个时间窗口的是跟帕克搭档的占星师维尼塔·潘德。帕克自己也认他不是受过完整训练的占星师，具体是维尼塔算的。也就是说，原始记录是这样的：2026年1月，维尼塔按印度占星算出3月中下旬有个危险窗口，帕克在节目里转述了一遍。等战争真打起来，这段话就变成了2025年11月，帕克本人已经预言伊朗战争3月爆发，
时间提前了2个月，说这话的人也换了。有一句得说在前头，我们合的是眼下能找到、能下载的公开视频。帕克要是在拿不到的会员节目里真说过3月，这笔账得重新算。可就公开记录看，他后来讲的版本确实比原版更早、更准，也更像一条完完整整的个人预言。这2件事未必能证明帕克是有意改写。一个人连着好些年做节目，同一件事翻来覆去讲10几遍，记忆很容易把几个版本自动缝到一块儿。第一次说了人物，第2次改了年份，第3次补了结果。等事情真发生了，脑子里留下的往往不是3段各自独立的录像，而是一个我早就说过的完整故事。可预言的成绩不能按预言家最后记住的那个故事算，只能按事情发生以前真留在录像里的那句话算。这么一对，伊朗这本账其实是2页，一页上是真让人吃惊的原话：经济缺水缺粮，巴列维象征性回归，红黄旗和新国旗，这些不用替他加1个字已经够扎眼了。另一页上是事后才长出来的，准确，黄旗上多出一只狮子，2027年前离场变成今年死亡。维尼塔1月算的3月窗口变成帕克去年11月的个人预言。所以看预言，光问他说中了没有真不够，还得追一句，咱们现在听到的到底是事情发生以前的预言，还是事情发生以后被重新整理过的预言？而帕克今年最大的一张票还没到开奖的时候，习近平年底以前失势，这一条他同样留了不止1个版本。2025年9月5日，帕克收到一个观众的问题，那位观众注意到习近平出席阅兵的时候状态不太对，就问他还保得住权力吗？帕克先说，他感觉习近平身上有一种没公开的重病，可能是种发展慢、暂时压得住的癌症。他还形容习近平身边已经有人像闻到尸体味的秃鹫一样打转，暗地里等机会。这些都是帕克的感应，眼下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能证实。可到了视频最后，他突然不含糊了，他说，我的预言是在2026年结束以前，习近平将已经被从权力上移除。他今年这么多政治预言里，就数这句最好对仗，人物、结果、期限全是明的。他用的可不是会遇到挑战这种活话，是已经被移除，话说到头了的那种。2026年12月31日一过，这张票中没中，一番日历就见分晓。可2个月以后，年度预言里再讲到中国，他的语气明显变了。这一回他没再把习近平年底前下台重说一遍，说的是中国经济表面还强，里子有被遮住的结构性衰退，工人拿不到工资，债券被冻结，房地产的问题往外冒，像个快破的脓包。跟着他自己问了一句，这场断裂会不会在2026年真正爆开？他的回答是，我不确定。他把2026年说成中共逐步失去控制的开端，经济的控制一松，政权的合法性跟着往下掉。可习近平年底前下台这句话，这支年度预言里他没再说死。另一段预言里他又讲，习近平可能到了2027年已经不在了。这个不在比被移除权力又模糊了一层，可以是下台，可以是死，可以是因为身体退出，也可以只是挪了位置。您看，同一个习近平在帕克嘴里有3个版本，最硬的一版2026年年底前已经被移除权力，软一点的一版2026年显出中共失控的开端，再往后的一版到2027年人可能已经不在位子上。这3句可不是同一句话。年底前失势是张带截止日期的票，逐步失控是段能拖好几年的过程。2027年不在，又给期限接了一节缓冲。对中共这个党，帕克还有个更远的日子。他多次说中国经济下滑最终会摧毁中国共产党，2030年是个重大转折。更远的预言里，中国会分裂成好几个国家，香港重新变成独立的政治区域，中国最后走向一种新的民主制度。可他讲这些的时候，也不停提醒观众，时间最难判，历史不会一夜翻篇。
2030也可能往2035滑。帕克的预言有个挺特别的脾气，越靠眼前话有时越硬，越往远处画面越大，时间反而越松。习近平年底前失势是一个清清楚楚的动作。2030中共垮台，中国分裂，是一整卷可以不断往后展的长卷，而且对时间误差他早备好了一套说法。未来不是全写死的，人有自由意志，大事件是定好的里程碑，通往里程碑的路可以提前也可以推迟。印度纳迪预言里差1-2年也算正常，因为时间在更高的层面不是直线，是会伸缩的波浪。这套说法是真是假我们没法证明，可搁在账本上它有个很实在的效果，日期错了事件还能留着，今年没发生挪到明年，2030没完成还有2035。帕克自己拿香港大火解释过这件事，他早在2024年初就看见香港高楼起火，实际的大火晚了差不多2年。火针烧起来以后，他认了时间错了，但他认为画面里的高楼、火焰、香港都很具体，所以还是算看见了未来，只是没放进对的年份。所以习近平这张票接下来怎么看？假如今年年底以前真出现重大权力变化，9月5日那句原话会是一张非常重的命中。他不用补人物，不用改动作，也不用从别人的占星里借月份。可假如年底什么都没发生，这张票会怎么重新摆？咱们现在几乎就能猜个大概。也许被移除会被解释成权力其实已经削弱了，只是外界还没看见。也许期限滑向2027，也许整张票并进2030那条中共崩解的长线里，算作过程已经开始。所以这一回咱们不替帕克判，也不替他圆，录像留着，原话清清楚楚。年底以前习近平将已经被移出权力，这张票不用谁来解释，等日期自己走过去就行。帕克到底看见了多少未来，又有多少准确，是后来才长出来的，这本账现在还合不上。查尔斯那张票作废了，伊朗留下几处很难当没看见的重合，习近平这张要等到今年年底才见分晓。我们把原来的录像和日期都留在这儿，到时候不管开出什么，咱们回来接着对账。如果您喜欢这种不急着相信也不急着否定，把原话一条一条找出来的节目，请帮我们点个赞，订阅江峰奥妙，也把这期转给同样对预言感兴趣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打开另一份被时间封存的档案。